6分钟带你了解太阳系中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你视频里看的所有东西都是信使号探测器拍摄的水星真实照片或视频影像。看完这个视频，你几乎就能了解关于这颗微小却迷人的行星的一切。现在，当你想到水星时，我猜你会觉得它离太阳最近，就是一块漂浮在太空中的大石头。这么想确实也没错，但它可比你想象的要有意思得多。举个例子，我看水星时就会联想到我们的月球，但水星实际上在视觉上比我们的月球更吸引人。咱们先来看一下水星的真实样子，它其实是有颜色的，不只是不同深浅的灰色，你知道吗？水星大约由 70% 的金属物质和 30% 的硅酸盐物质组成，它其实更像金属球而不是岩石球。正因为如此，水星的密度在太阳系中排名第2，达到 5.427 克每立方厘米，只比密度最大的行星地球略低一点。如果水星和地球一样大，那就意味着它表面的引力也会和地球差不多，但它现在这个个头，表面重力只有 3.7 米每2次方秒。如果和地球引力对比，大概是这个样子。这意味着水星的表面重力只比火星略小一点。考虑到火星的个头比它大，这正说明了水星的密度有多高。在结束水星大小的话题前，咱们再和木星的卫星对比下大小。木卫3是太阳系最大的卫星，也是木星最大的卫星。土卫6是土星最大的卫星，也是太阳系第2大卫星。如图所示，这2颗巨卫星都比水星大，但它们的质量却小得多。仔细观察水星表面，你会发现它的外观和我们的月球相似，都有着类似月海的平原和密集的陨石坑。这表明它在数十亿年里地质活动一直不活跃，但它过去显然是有地质活动的，因为水星表面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存在许多狭窄的脊状结构，延伸可达数百公里长。科学家认为，这些结构是在水星地壳已经凝固后，其核心和地幔随时间冷却收缩形成的。关于水星，你会注意到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表面这个巨大的陨石坑——卡洛里盆地，直径达1550公里。形成卡洛里盆地的撞击威力非常巨大，当时引发了熔岩喷发，并在撞击坑周围留下了一圈高度超过2公里的同心环状山。在卡洛里盆地的正对面，有一片地形异常崎岖的广阔区域，被称为怪异地形。把这个区域和水星其他地方对比一下，你就明白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那么，水星表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首先，整个表面的温度差异巨大，温度范围可以从零下173摄氏度到超过400摄氏度。不过，在极地地区，温度永远不会升到零下93度以上，因为那里没有大气层来保存热量。这意味着赤道和两极之间的温差相当大，但这种变化也与其轨道和自转有关，这个我们稍后再谈。在太阳直射点，温度可达约400摄氏度，而在行星的背阳面，平均温度是零下163摄氏度。由于水星太小太热，它的引力无法在长时间内保留任何显著的大气层，因此它也无法保留靠近太阳所获得的热量。这就是为什么行星的背阳面比向阳面冷那么多。然而，水星确实有一个外溢层，这就像一层包裹着行星极其稀薄的类大气层。外溢层中的分子在引力作用下被束缚在行星周围，但其密度太低，无法像气体那样运动，因为分子之间几乎不会相互碰撞。在这张图片中，你可以看到信使号探测器视角下的水星外溢层。当太阳风撞击行星时，它会从外溢层中剥离某些原子，留下的就是这条延伸到太空中的原子轨迹，我们称之为行星的尾巴。每颗行星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这样的尾巴。地球也有外溢层，但它在地表以上600公里处，这里实际上是太空与大气的交界点。就水星而言，这个外溢层一点也不稳定，原子不断地从各种来源流失和补充。NASA 已经证实，水星北极的陨石坑中含有水冰。水星还有一样火星没有的东西，一个真正的磁层，或者说环绕整个行星的磁场。它的强度只有地球磁场的约 1.1%， 但仍然足够强，能够偏转行星周围大量的太阳风。接下来讲的就是水星最有趣的地方之一了，它的轨道和自转。水星在所有行星中拥有最偏心的轨道，它与太阳的距离在4600万公里到7000万公里之间变化。接下来这个有点难想象，但请耐心听我说。水星绕太阳公转一圈大约需要88个地球日，它还有一个特殊的3:2自转轨道共振，这意味着它每绕太阳公转2圈，就会绕其自转轴自转3圈。因此，尽管水星绕自转轴转一圈需要大约59个地球日，但由于这个3:2的轨道共振，如果你真的站在水星上，你会发现从日出到下一次日出相当于2个水星年。站在水星上看大概是这样的，你会看到太阳升起的相对较快，然后当它接近正午时会慢下来，甚至开始往回走，然后才继续前进，直到日落。如你所见，这花了整整1个水星年，这意味着水星上的夜晚也要持续1年。
太阳在天空中看起来会倒退，是因为在到达近日点前大约4个地球日时，水星在其轨道上的运行速度等于它的自转速度。这时，太阳的视运动会停滞不动。在近日点本身，水星的轨道速度超过了它的自转速度，所以说，对站在水星上的人来说，太阳看起来就在倒退。近日点后4天，太阳的正常视运动会恢复。从上往下的视角看水星，这点会更清楚。在它的一个极点上，每个水星日会有2次太阳似乎暂停，然后继续前进的情况。关于水星轨道还有一点要注意，它的轨道平面相对于地球的轨道平面倾斜了7度，因此只有当水星正好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时，我们才能看到它从太阳前面经过。而因为它轨道倾斜了7度，这种情况大约每7个地球年才发生一次。水星的轴倾角几乎为0，最佳测量值低至 0.027 度，这甚至比木星的测量值 3.1 度还要小。最后，你想看看从水星上看到的地球是什么样子吗？就在这里，只有几个像素大小。这张照片是信使号探测器几年前拍摄的，我们每一个人当时都在这个画面里。